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 We Discovery。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里，有一幅世界画坛上最杰出的肖像作品《蒙娜丽莎》，它的作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雷奥纳多·达芬奇，于1452年4月15日出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附近的芬奇村。他是个私生子，在继母和祖父的照料下长大成人。1468年10月，他的父亲带着他迁居到了佛罗伦萨，并把他送到大画家维罗基奥的画坊里当学徒。从此，16岁的达芬奇开始了拜师学艺的生涯。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达芬奇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出色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师、诗人、哲学家和音乐家，他还是一个对解剖学、数学、透视学、工程学等科学有不少贡献的科学家，也是在军事武器上有不少发明创造的发明家。他在航空、天文、地质、流动动力学等方面都有着不少独特的见解。达芬奇的一生就是一个传奇，和他一起不朽的也包括他的名作《蒙娜丽莎》。《蒙娜丽莎》是一幅享有盛誉的肖像画杰作，它代表达芬奇最高艺术成就。这幅画成功地塑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位城市有产阶级妇女的形象。画中人物坐姿优雅，笑容微妙，背景山水幽深茫茫，画家力图使人的丰富内心的感情和美丽的外形巧妙地结合。对于人像面容中眼角、唇边等表情的描绘达到了神韵之境，从而使蒙娜丽莎的微笑具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千古奇韵。那如梦如似的妩媚微笑被艺术史学家称为神秘的微笑。蒙娜丽莎的微笑充满了魔力，看这幅画时，你定下心神，仔细的观看，你会感觉到为什么她刚刚还容光焕发，转瞬间又神情严肃。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令无数欣赏者和研究者感到困惑，是人类艺术史上的奇迹。达芬奇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着力表现人的感情。在构图上，达芬奇改变了以往肖像画时采用的侧面半身、截至胸部的习惯，代之以正面胸像构图，透视点略微上升，使构图呈金字塔形，蒙娜丽莎就显得更加的端庄稳重。另外，蒙娜丽莎的一双手柔嫩、精确、丰满，展现出了她的温柔及身份阶级的地位，显示出了达芬奇精湛的画技和他观察自然的敏锐。这幅绝世名画的艺术价值，我想我不必多说，但这幅画背后的故事却是极具传奇色彩。它历经磨难，画中的秘密更是扑朔迷离。按正史的记载，蒙娜丽莎自1506年一直被珍藏在法国卢浮宫内。1911年8月21日
是法国卢浮宫艺术馆清理内务的日子。3名清洁工模样的人从容地携这幅世界名画逃之夭夭。蒙娜丽莎被盗成了当时最具爆炸性的新闻。不久以后，就有至少6位美国人分别以30万美元的代价各自买了一幅蒙娜丽莎。他们都确信自己买的是那幅蒙娜丽莎的真迹。虽然2年后这幅画失而复得，但它究竟是不是原来的那幅蒙娜丽莎的真品，就显得误失楼台了。而关于那幅神秘的画中人究竟又是谁呢？500多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那么蒙娜丽莎的生活原型到底是谁呢？一种传统的说法是佛罗伦萨银行家佐贡多的妻子。根据达芬奇的朋友瓦萨里为达芬奇所著的传记中写道，达芬奇为佐贡多的妻子画了一幅肖像画，用了3年时间才完成。在西方还有一种说法是蒙娜丽莎的原型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位官员的第3任妻子。到了1986年，美国一本艺术杂志披露了一个至今为止最大胆、最新奇的说法，即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的自画像。他们把达芬奇的自画像和蒙娜丽莎按一定的比例合成相叠，以画中眼睛瞳孔一致为准。结果发现，这2幅画的眼睛、发角线轮廓和鼻子均是一样的。蒙娜丽莎那不言而喻的微笑，恰似达芬奇1518年对着镜子所做的那幅自画像的形象。而到了近些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位普通的教师，他的名字叫吉乌塞普·普兰迪，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普兰蒂对佛罗伦萨市档案馆进行了长达25年的研究，几乎考察了所有关于达芬奇本人及其亲人朋友的传记、书信等材料。最终他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蒙娜丽莎的原型是达芬奇父亲的一个朋友的妻子丽莎·格拉蒂尼。她是一个拥有5个子女的家庭主妇。据普兰蒂考证，丽莎在1495年16岁时嫁给了佛罗伦萨丝绸商人弗朗西斯科·吉奥康杜，而吉奥康杜则是达芬奇父亲皮耶罗的好友。丽莎是吉奥康杜的第2任妻子，这对妻子的感情非常好，而且他们育有5个子女。吉奥康杜在自己的遗书中写道，丽莎是他心爱的和忠实的好妻子。普兰蒂还认为，蒙娜丽莎的画像完成于丽莎24岁那年。达芬奇的父亲安排了一切，自己花钱让儿子为朋友的妻子画了这幅画。因为当时达芬奇正被一场财务纠纷所困扰，他的父亲大概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帮助自己的儿子解决他财政上的问题。而且在丽莎的丈夫吉奥康杜所遗留的一份文件的空白处，他写道，达芬奇是和古希腊艺术家阿佩莱斯一样伟大的艺术家。他说达芬奇正同时创作3幅作品，其中之一就是丽莎·格拉蒂尼的画像，文件标注的日期为1503年10月，与专家判断蒙娜丽莎这幅作品完成的大致时间1503年至1506年的时间刚好吻合。所以在今天，蒙娜丽莎作为法国巴黎卢浮宫的镇馆之宝，它也被称作
吉奥康杜夫人。据记载，丽莎1542年在佛罗伦萨去世，葬于当地一座名为圣奥尔索拉的女修道院的坟墓里。经过几百年的岁月，这个修道院早已不复存在。后来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一家烟草厂和一所大学的教学大楼。在上世纪80年代，又成为了意大利警察的宿舍。意大利艺术史专家朱塞佩·帕兰蒂曾经认为，经过长达数十年对历史档案和资料的研究，他发现经过多年的原址变动，蒙娜丽莎原型的遗骨应该是不复存在的。但是在2012年，意大利考古学家文塞提教授所领导的考古队从佛罗伦萨圣奥尔索拉的修道院遗址中挖掘出了8具女性的遗体。科学家们当时透过比对，证实其中有3具遗体与格拉蒂尼的死亡年龄大致相同。文塞提表示，如果这次挖掘出乔孔达家族 DNA 能与其中的一具女性遗体中相匹配，就能确定她是格拉蒂尼。一旦确定了丽莎·格拉蒂尼的遗骨之后，就能通过重建轮廓面容技术与达芬奇笔下蒙娜丽莎的形象进行对比，到时候就可以揭开蒙娜丽莎真实身份之谜了。达芬奇的密码在他的作品中总是无处不在的，伟大的蒙娜丽莎总是带给人们新的发现。2010年，意大利全国文化遗产委员会曾宣称，他们在蒙娜丽莎的眼睛里发现了微小的字母和数字。国家文化遗产委员会主席席尔瓦多·文森提到，这些字母和数字用裸眼是看不到的，必须利用显微镜扩大后，你才能看到它。蒙娜丽莎的右眼中的字母恰似是 LV， 可能是代表了达芬奇名字莱奥纳多·达芬奇的缩写，而在左眼中的一些符号则还没有找出明确的含义。尽管很难将左眼中的字母看清，但看起来似乎像是 CE 或者 CD。2011年12月6日报道，美国的一名画家宣称他发现了蒙娜丽莎画作中掩藏了500年的秘密。在蒙娜丽莎头部背影中有3只动物在徘徊，分别是狮子、猴子和水牛。这名画家名叫罗恩·皮西尼罗。罗恩在翻转蒙娜丽莎画的过程中，偶尔注意到了一个水牛的图像。在随后的2个月中，他潜心研究达芬奇的日志，最后得出隐藏的动物的图像的结论。罗恩宣称，这幅画它代表了嫉妒，是7宗罪之一。罗恩说，蒙娜丽莎实际上是嫉妒的代表，这很令人惊奇，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达芬奇从来没有留下过任何关于蒙娜丽莎的只言片语。到现在看来，他显然留下了线索。罗恩还宣称，他在著名的画家拉斐尔以及米开朗基罗等其他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中的画作中，都发现了类似的隐藏图像。围绕这幅传世经典，人们对它的争论进行了上百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完全的参悟它，也许有一天新的谜团又浮现了出来。总之，蒙娜丽莎那动人心魄的微笑，仿佛就是在告诉世人，我永远都是一个谜。感谢收看本期 V Discovery， 我们下期再会。